蓝色的碗，我以为是捣蒜的。我的是一个那个船，还是很保守，那就不能播了呗。一直在吃西红柿饭，而且我都是真吃。哇，这是真的西红柿饭可以吃的。然后吃了几次再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不怎么冲浪，是吗？不是挺多的吗？撒娇无赖的这种戏，我觉得很甜。正直的一个人，大家现在也很正直啊。从老公到夫君，就是观众对于我的爱。出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晚意，在《柳州记》中饰演崔行舟。Hello， 出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楚然，在《柳州记》中饰演的是柳面堂。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时看完剧本最喜欢这个角色什么特点呢？最吸引我的特点是他的双面性，就我既要饰演剧里角色的本我崔行舟，又要去假扮一个纨绔的慈商去深入敌人内部，为了家国天下有很大的创作空间。我觉得柳面堂最吸引我的一个点就是他想掌控自己的命运，不想被别人安排，适应能力特别强的人，就是他无论在何种境遇，然后他都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还有就是他有很好的经商能力。拍戏过程中是怎么样熟络起来的？你们就大家经常在现场开玩笑。晚意是不是会贡献很多冷笑话哟？你们觉得他们剧中就最甜的一场名场面是什么？我腿受伤了，然后我的身份也暴露了，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在追妻，我得把他哄回来。腿伤了之后，我就跑到他们家，我死皮赖脸的。有一场戏，我就拽着他，我说那也得认主啊，就是这种，我觉得撒娇无赖的这种戏，我觉得很甜。而且我感觉你就是设计了好的那种小动作，很多的一些小感觉都是现场即兴的创作出来的。有哪些是就现场比较即兴设计的碰撞的呢？抓他那个就是即兴来的。败江宴之后，我抓住他那被子也是现场来的。两位这次也是第一次合作嘛，合作下来对对方印象有发生改变吗？刚开始因为我俩完全不认识，然后你通过这网络知道楚然年轻貌美，但是感觉他会不会很高冷，你别不好接近。实际上我俩接触下来，他性格很大大咧咧的，很好相处，对于工作也非常的认真，很用心，然后创作的过程很愉快。现场你们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老开玩笑，对，老怼，怎么互怼起来呢？一个金刚狼，哦，这个金刚狼，跟那个金刚狼差不多。我之前的时候也是嘛，看过晚意老师几部剧，因为他在戏里面塑造的状态、气质就很像书生的那种感觉，堂堂正正、挺正直的一个人。大家现在也很正直啊，但是感觉到他身上有一些可爱的地方，就是会很幽默。感觉他们两个剧中相处都让人觉得很轻松，很有意思。柳面堂这边有没有设计添加一些比较喜剧的元素？大部分我跟夫君相处的时候，基本上我负责搞笑了。对，以后两位会不会想要尝试一下这种纯喜剧呢？我挺愿意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个橄榄枝能往我这深点儿。粉丝说这次终于不是小苦瓜了，然后是一个小甜瓜，有什么想说的？尝试过之后才知道，当一个小甜瓜也挺好，很愉悦，很愉悦。但是对于创作的这个成就感上来说，那是不一样的。自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不断在进步，我可以尝试一下这样，我也可以就是发展一下那样，对自己也是一个突破。你还记得我们上次采访就是问你说从表哥到老公，然后当时那个反应慌了，当时还上热搜。大家也对你的称呼从去年的表哥变成今年老公了，有什么想说的？我粉丝现在问说，从老公到夫君，然后有什么想说的？就是观众对于我的爱，你开心啊，被人表扬啊，认可呀，你演的对了，我演的人物关系就是人家的夫君，没毛病。那叫哪一种称呼你更能接受？我都开心，都可以。大家想叫什么叫什么。在拍摄的时候是都如何称呼对方的呢？传。传，我叫张老师。之前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他的是那个一个蓝色的碗，我以为是捣蒜的呢。然后我说我的是一个那个船，因为我的名字就是船，连读的话就是船。你们在片场或者说平常有给对方分享一些，比如冲浪的时候发现对方的一些物料吗？那我真没有，因为我不怎么冲浪。是吗？不是挺多的吗？我冲，但是也就是这个几率太低了。你就现在冲浪，我老去看那个奥运会奖牌，那奖牌上面就是那个热搜啊、词条，你就有眼睛都能看得见。
剧中其实也有几场那种比较有尺度的戏，你们觉得就是自己能接受的最大的尺度是什么？能播我就能接受呗。剧中你们觉得尺度最大的一场是什么？合理合法的能播的尺度最大的，我觉得就是那个你给我盖那个被子的那个，那也没干嘛呀。但其实也还有一个浴桶戏，洗澡那个，对，那是我尺度大，对你的尺度，自己能接受最大的，那不接受了吗？需要做心理说服过程吗？不用啊，那情节就是需要你那样，你就那样呗。他能播就合理合法，那我就演呗。但是你的粉丝说还是很保守，说你漏的，那就不能播了呗，不能播了。剧中柳绵堂人设反差特别大嘛，你觉得他哪一面和你自己会比较接近呢？都在找自己的路上吧，就是想探索无限的可能，然后也在尝试一些新的事情。那最近有什么想尝试的吗？就怕你问这个问题，最近还真没有什么。最近还可能真没有什么尝试的啊，被问到了，被问到了。听说咱们剧组伙食特别好，是不是？确实很好，色味俱佳。不是你吃的，对，确实吃的可开心了。比方我们有一场戏是吃饭的戏，那我就提前看一眼那场戏，哦，这场戏吃好吃的了，午饭我就不吃了，真的很好吃。我们的道具都是能食用的，很干净，每天是现买的。我记得有一天你都在吃，我有一天我吃了1天的蟹黄拌饭，做的非常棒，专门去真的拿蟹黄去做的。但是我没想到那一天都是吃饭的戏，是都在吃蟹黄拌饭，一直在吃蟹黄拌饭，而且我都是真吃。我拍戏的时候，那一天吃下来什么感觉呢？是不是再也不想吃了？起码这几天有点腻吧。我记得他最开始拍蟹黄拌饭的时候，就说哇，这是真的蟹黄拌饭，可以吃的。然后吃了几次，再也不会说这样的话。看到就头疼了呀。剧中他们其实有一种斗智斗勇的感觉嘛，你们觉得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对方的？崔兴洲其实心口不一的，他是不承认他喜欢上了柳绵堂，在慢慢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现对方身上很多优点，很有担当，很有责任感，愿意为了这个小家庭去付出。很快，前期的时候就爱上柳绵堂了，到后面就有点到追妻火葬场，后面就是义无反顾了。反正我马甲也脱掉了，我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可以奋不顾身、死皮赖脸的就追。大家都也说你从贝德赛道到了缺德赛道，有什么想回应的？那我觉得大家总结的确实也没毛病，为我拓展戏路呢。我刚开始演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那些东西是贝德赛道。现在这个我也没有认知到它是一个缺德赛道。我觉得大家总结挺有意思，挺好玩的。再可以以后的戏里面，大家再帮我拓展。再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这部剧吧。我是从一个小苦瓜领域跨过来的，我的认知里面柳州记绝对齁甜的，大家看起来全身心的放松，可以肆无忌惮的跟我们一起快乐，很轻松，然后很下饭的剧。双重马甲掉了，然后也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苍选来到现代报考的话，你推荐他报考什么专业？心理学。他的心理状态就急需调整一下，要开心一点。在地上哭到久不能出戏，这人不是我。跳过这一话题，一直在滴血，快贫血了。张开嘴，悬心死，把爷爷劈走。爷爷刚要上场，劈走。中国公安大学用苍选招生嘛？如果苍选来到现代报考的话，你推荐他报考什么专业？除了就是什么法学啊、政治啊，这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苍玄需要特别去关注一下的一个专业，就是心理学。为什么？他的心理状态就急需调整一下，要开心一点，太苦了。就是那个还有一个特别热的梗，就是年轻人的发疯公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然后就让你用给那个自己和苍玄分别想一个这样的公牌名字。张开嘴。要让苍玄去勇敢把爱说出来，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悬心死，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这个也很适合。大家也对你的称呼从去年的表哥变成今年老公了，有什么想说的？跳过这一话题，跳过，不想面对。就是你每次面对大家的那个现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你这不还是在问这个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第2季你心目中的名场面是哪一场呢？凤凰林啊，对，然后还有我们俩一块跳华尔兹啊，包括就是播了的那个，我跟他说就是这些女人我都不要，我就只要你。对，我觉得都名场面。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那一场真的是，就我们看到之后真的有被震撼到。这预告太早了，这太早了，之后期待了1年了。大家都特别期待，我压力特别大。这场戏起码我压力特别大，也不知道到时候剪辑出来呈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就未知。我现在在后台，我们提前看到，我感觉真的有被他感动到。那你惨吗？撕心裂肺吗？对对。那你当时拍那场的时候，当时感受怎么样呢？
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这替苍玄难受。替苍玄难受。报个心理学吧，报个心理学吧。有没有哪场是你哭的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哭啊，我觉得对于苍玄而言，不代表说是流泪，心里的那种痛也是在哭。对，就是心在滴血，心在流泪，也是哭。感觉他心滴血了一截，一直在滴血，就快贫血了，贫血了，好有梗啊！你现在就刷到有说那个你当时拍的时候有一场戏就是九九哭到在地上那种很难出戏是吗？有这个印象吗？你记错了吧？可能在地上哭到九九不能出戏，这人不是我，是某妖，小妖。如果说改写结局的话，你希望苍玄的结局是怎样的？他想过平常人的生活，然后开一家酒铺，然后种田。我觉得这是剧里面苍玄自己说的，这应该是他最想要的结局，和小妖一起。但其实感觉他有点被架到那个位置啊，无法去选择这些。不是被架到那个位置，我觉得苍玄他的初衷是想守护他爱的人，所以他做了这样的牺牲。必须要去得到天下，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他认为才能保护他自己爱的人。就我觉得他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那你觉得就是第2季的苍玄，他对小妖的情感有发生变化吗？没有，至始至终都是要守护他，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强迫小妖要去，怎么样。我当上帝王了，我下了一个旨，我去迎娶你，没有。那你是如何看待他为小妖这一直以来这些付出的呢？如果是我的话，就张开嘴，你赶紧说吧。我看我都着急，就是你要说了，不能说，赶紧张嘴说。我不想让你离开，我想。先放手。小妖，小妖说好，那就是好。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要我的话，我就把爷爷劈走。爷爷刚要上场，劈走，一键清除。第1季其实大家对苍玄更多有一些误解嘛，就是第2季其实大家理解了之后会更心疼。那对于这个转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有误解，说明这个角色他人设上不是那么的讨巧，他在创作上说明他有难度。有了难度呢，他就激发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欲望。对，就是我需要从剧本当中去发掘它更多能够让人喜爱的点，或怜，或搞笑。哥哥，我刚刚看到你笑了。但是，总得去把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我觉得反而挺好，挺好的。对，你在演的时候有没有哪个心疼他的时刻？我太心疼他，太心疼。我就看他那种第1季，那些隐忍的部分，对，然后为小妖付出的部分，为了家国天下的这些牺牲，我觉得这都是很可怜的。尤其我觉得到第2季更可怜。这种第2季真的是顺从小妖，守护他，爱而不得，这可怜，这可怜更放大化了。对，就是第2季他的那个情感浓度更强了，我感觉。最后到隐忍的边缘的这个临界值的时候，后来又爆发了，一样会很心疼他。这一次真的要告别长安寺和苍玄了，现在是什么心情？也没有吧。这剧大家一直都能看，你今天看完了，你明天再接着看吧，也不告别。作为演员来说嘛，这个角色好像真的要和自己告一段落了，有什么想对苍玄说的？我很舍不得这个角色，因为他对于我创作上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个有难度的角色。对，希望观众多多的支持我们的长相思，哪怕它播完了之后，大家也可以再度的安利身边的朋友，再回看一下长相思。那这一次结束，你觉得和当时第1季的时候结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吗？第2季结束会难过一些，会难过一些，因为第1季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还有第2季，对，是怀着一个期待的心情接受这一次的第1季的结束。那第2季结束确实是没有第3季，对，真的就是最后就真的要结束了，是真正的长相思的完结篇。那你觉得苍玄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遗憾没把爷爷送走，就是你的粉丝也特别关心你的腰伤，就现在怎么样了？不是腰伤，准确的说，他应该是那个背。
哦，背是背部，是背部好了，基本上好了。只要是不去举那些重物什么的，重物就指的是像于和伟老师那个重量的重物，就行。